丧偶的婆婆一把年纪，却恋爱脑发作，闹着要跟刚认识几天的男人再婚。我给自己爸妈买的营养品被她送了，家里的存折也被她送了，就连人家闺女看上自家儿子，她竟也准备送。我妈准备再婚，裴明狠狠抓了几下头发，眼睛里满是红血丝。平常极其重视自身形象的她，仿佛一夜老了10岁。可怜刚起床的我，眼屎还没擦干净，就被这惊天大瓜砸得清醒了7、8分。不怪裴明心烦，要知道我公公他亲爸才去世1个半月，老两口相亲相爱30多年，虽然家境一般，但是我公公把婆婆宠成了小公主一样，洗衣做饭他来，上班养家他来，教育孩子孝敬父母也是他来。我婆婆今年57岁，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脾气骄纵霸道，为她独尊，这也就导致我们婆媳关系并不是很好。好在老公裴明比较明事理，毕业后凭借自身努力找了个国企的工作，婚后一起住到了我婚前买的房子里，并没有强求和公婆住一起。结婚7年，我和裴明也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去他爸妈家住几天，远香近臭，本来相安无事，可惜裴明他爸年纪大了，年初突发脑溢血去世，我婆婆也就从千娇万宠的小公主变成丧偶妇人。裴明不放心他妈妈独居，更是担心触景生情，和我商量后，决定先把婆婆接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我本来都做好和婆婆不对付的准备了，没想到婆婆天天早出晚归，回家后也只窝在卧室里玩手机，我们并没有过多交流的机会。我和裴明本以为婆婆每天出门散心，是为了努力从丧偶的悲伤情绪中走出来，没想到她竟然是忙着再婚。我赶忙坐到裴明身边展开讲讲，裴明无奈地看了我一眼，缓缓道来。我妈说她最近跳广场舞认识了个舞伴，比她大2岁，早年离异，现在和一个女儿住在咱们小区5栋，他俩相处了1个月，觉得对方不错，今早领证去了。今早领证，我瞪大了眼睛，你没拦着点吗？虽然老年人再婚很正常，但是起码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男方的人品吧。我妈的脾气我哪拦得住啊，稍微说2句她就大喊大闹，说真爱无罪。裴明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深深叹了口气。裴明和他妈妈的事我并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刚结婚时婆婆经常有意无意地说我是个外人，即便领证了，她和她儿子仍然是最亲的一家人。思及此，我偷偷撇了撇嘴，不知道我这个婆婆和她的真爱领证后，她的亲儿子有没有和我一样变成外人。早上吃完婆婆的大瓜后，这一天上班都精力满满，刚到家楼下就收到了裴明的微信，老婆，我今天要加班，不用等我吃饭了。想必刚领完证的婆婆应该也没心思回家吃饭，我手脚利索地点好外卖，哼着歌往家走。可是打开门后，美好的心情戛然而止，屋里闹哄哄的，这次花味的香薰被浓烈的烟味取代，门口横七竖八的摆着几双鞋子，我认出其中有一双是婆婆的，看来是婆婆领证回来了。我压下心动的不悦，换鞋进门，却看到我精心挑选的5位数真皮沙发上躺了一个陌生的老男人，一双看起来抽空空的脚还搭在茶几上，脚旁边竟然就是我的水杯。老男人边玩手机边抽烟，明明茶几上有烟灰缸，他还是潇洒的把烟灰抖落在了同样5位数的地毯上。看着地毯上的洞，我深吸一口气，心梗程度50%。旁边还有一对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小情侣，穿着我和裴明的拖鞋，旁若无人的窝在阳台的秋千条衣上，嬉笑打闹，男生的手在女生的上衣里四处游走，周围零食四散，任由没喝完的饮料倒在地上，心梗程度80%。最后是婆婆，她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里的狗血泡沫剧，牙齿不断闭合，像豌豆射手一样把瓜子可涂在桌上。我定睛一看，被豌豆射手击打的僵尸竟然是我和裴明的结婚照，而我人脸的地方赫然出现了一口黄色的大浪痰，心梗程度100%。听到我进门的声音，屋里4个人抬起眼皮瞅了一眼，并没有先开口说话，一个小小的白色的身影则飞快地从厨房钻出来，呜咽着躲在我身后，说是我养11年的小狗球球。早上我出门时，球球懒懒地趴在阳台晒太阳，尾巴一晃一晃地跟我说再见。可是现在的球球浑身毛发被剪得层次不齐，小小的眼睛里满是恐慌。婆婆看向我，心虚的解释，是你妹妹喜欢小狗，今天想跟球球玩来着，心梗程度1000%。我弯腰抱起球球，干净利索地转身出门，在智能门锁上简单操纵几下，把门锁死，保证屋里的几个人出不来后，第一时间打通了报警电话。警察同志，有坏人非法闯进我家，把球球送到同小区的闺蜜夏青青家后，我坐在楼下等裴明和警察，发现开不了门，婆婆肯定会第一时间点儿子打电话诉苦。果然10多分钟后，裴明气喘吁吁地出现了，比警察还早。老婆，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楼下坐着？裴明上来要拉我的手，妈给我打电话说把他锁屋里了。我不耐烦地把他的手推开，那你妈有没有说他带了几个陌生人回来把愁愁欺负了？裴明惊愕，什么？愁愁怎么样了？有点应激，被我送去青青家了。裴明大气都不敢喘，偷偷瞄我，即使知道我报了警，也不敢再开口求情。和我相恋9年，结婚7年，他是知道球球对我的重要性的。我和裴明并不喜欢小孩，婚前便约定好了丁克，所以这么多年来，球球是被我们当作亲生孩子养大的。婆婆带来的陌生人敢欺负球球，算是戳在我肺管子上了。警察同志效率很高，不一会就赶到现场，在婆婆的求饶声中，我也终于明白这3个陌生人是何方神圣。躺在沙发上悠哉悠哉抽烟的老男人，就是婆婆的新丈夫叫王振强，而小情侣中的女生是老男人的女儿王婷婷，男生则是她的男朋友。领证后，婆婆就堂而皇之的带着他们几个闯入家，伪名其曰认门。我心中一阵无语，
早年看起来精明的婆婆，没想到也会恋爱脑上统。老男人王振强看起来比去世的公公差了10万8千里，也不知道他怎么看上的。不过这都与我无关，是裴宁应该操心的事。在警察局里，我还得到了个意外之喜。王婷婷的男朋友平时游手好闲，喜欢小偷小摸，这次也不例外，竟然偷到了我头上。趁着卧室没人，悄悄潜进去，把我床头柜里的金项链揣进了自己兜里。由于有裴明的求情，婆婆王正强和王婷婷站成一排，被警察同志训了一顿后，就会溜溜的出来了。而王婷婷的那个小偷男朋友不出意外的被拘留了。看见我站在路边，婆婆佝偻着的身体猛地挺直，拿鼻孔看我，江嫂，我是裴明的妈，你报警抓我不怕，被骂不笑吗？我还没说什么，扶着婆婆王婷婷也跟着开口，就是啊，大姐，你怎么能这么对阿姨呢？嘿，我这个暴脾气，裴明也在，骂不了他妈，我还不能骂你过过瘾吗？你几个妈呀这么说话，别以为你长得丑我就不敢骂你。吾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听到我一连串不带脏字的对人，裴明在旁边忍不住噗呲笑出声来。王婷婷这才突然意识到还有别人在场，用余光瞥了一眼裴明后，眼眸亮了亮，没再回骂。婆婆狠狠地剜了自己儿子一眼，拉着新老公和新女儿扬长而去。上一天班本来就疲惫，下班后还遇上这种破事，一路上我没给裴明好脸色看。反观裴明，轻声细语，体贴入微，回家后第一时间接回球球，又记上为群下厨做饭。吃完饭后，眼疾手快的清理客厅卫生，独周发誓承诺，打被外人碰过的家具都换成新的。看着他的一系列表现，我还是压下了心中的不满，选择原谅。以后的日子，毕竟是要我们两个人一起过的。婆婆是婆婆，裴明是裴明。这些日子来，公公离世，婆婆再婚，虽然裴明明面上不说，但是心里肯定很不好受。婆婆今天闹这一通，裴明也不好意思再提让婆婆回来住的事，正合我意，关灯睡觉，一夜无梦。没想到刚消停2天，婆婆又开始作妖，竟然背着裴明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收拾好能用的家具和细软，大张旗鼓地住进了王振强家。小区里喜欢八卦的阿婆们看我和裴明的眼神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乘电梯时，邻居陈阿姨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道：早早啊，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才跟你说这话。你婆婆找的舞动，那个男的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他前妻当年生了场大病，他不肯出1分钱，还动不动就家暴，人家这才跟他离的婚。我瞪大了眼睛，恨不得这时候兜里揣点瓜子花生。陈阿姨继续说，你婆婆现在带着卖房钱住进去，容易被吞的骨头渣子都不剩啊。谢过陈阿姨后，我回家赶忙转述给裴明，虽然我和婆婆关系一般，但她毕竟是裴明的妈。果然，裴明听完后再也坐不住了，直奔舞动。天擦黑的时候，风尘婆婆的带着婆婆回来，婆婆瞥了我一眼，冷哼一声，钻进刺我。裴明拉着我的手轻声说，老婆，我先把妈劝回来了，等我给她在咱单元再租个房子，这几天先委屈你一下，你都先长后奏了。我还能说什么？我除了裴明一拳，我明天要出差，起码得1周能回来。裴明大喜过望，连连保证会在我出差这几天把婆婆的事处理好。我问，你想怎么做？你妈可是跟你人领证了，他俩现在是合法夫妻。裴明冷哼，王正强今天不在家，不然我也不能这么顺利把妈接回来。他女儿今天通过跟我说了，他也不同意这门亲事，我俩一起努力试试看吧，不行就给他2个钱，这种人不就是见钱眼开吗？说完，裴明把我搂在怀里，重重亲了2口，麻利的起身，收拾明天我出差要带的行李，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上，打开手机，闺蜜以下亲亲的消息正好发过来。早早，你家里的事处理的咋样？我不禁坐直的身体，双手十指纷飞，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几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闺蜜。好闺蜜就是要一起吃瓜。夏青青先是发过来一个震惊的表情包，随后是几条60秒的语音，挖去。早早，你婆婆的生活还真是狗血8点档。话说回来，我怎么觉得这个王婷婷这么熟悉呢？好像在哪拼过。难道有更大的瓜？我连忙催促夏青青，想起来了，我在单位人事内看过新入职名单，就有一个叫王婷婷的。我一听，嘿，和我名字一样是 ABB 式的，就多看了2眼。她是不是笑起来有酒窝，眼睛下面还有个黑痣？我仔细回想，好像确实是同一个人。闺蜜的语音又发过来，这小牛下周1入职，巧的是还和老裴一个部门。夏青青和裴民同单位不同部门，平常总开玩笑说要帮我开好裴民，没想到在婆婆这件事上还真派上用场。我按住语音键，裴民和王婷婷都不同意各自爸妈2婚，你要是没工作的时候可以螃蟹侧击再添一把火，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人倒霉起来连喝凉水都涩哑，1周的出差并不顺利，公司的大领导和2领导起了局龉，苦的还是我这种下面的打工人。作为2领导的亲信，出差回来第1天，辞呈就递到了我手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挥别了含泪送我的2领导，我郁闷的选择回家补眠，没想到本应该上班的裴明居然也在家。看到我突然回来，婆婆和裴明神色都有点尴尬。老婆，你怎么回来了？裴明勉强挤出来一抹笑意，我被辞职了。婆婆见状冷哼一声，转身回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咋了？裴明皱起眉头，不耐烦地说，不用管他，吃饱撑着了。感觉到婆婆和裴明有事瞒着我，不过我也没有在意，这年头谁还没有点秘密呢？不跟我说拉倒，省得听完的乳腺结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婆婆和裴明瞒着我的可是件大事。被辞退后，我并没有着急找工作，一来毕业后工作这么多年，身体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想要休息调整一下；二来得罪了大领导，原来的行业做不下去，我也想换个赛道重新出发。裴明刚开始对我的决定无条件支持，后来见我1个多月还没有找到工作，便开始明里暗里催促我，
我心中烦闷，再加上婆婆几句挑拨，两个人开始婚后第一次冷战。裴明并没有像谈恋爱时那样哄我，他的工作好像一下子忙了起来，婆婆也趁机搬回了新丈夫王正强家。搬走前趁我不注意，婆婆还拿走了我放在储物间的准备送给自己爸妈的生日礼物。没关系，我立马刷他儿子的卡又买了3份，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叫事。婆婆走后没多久，裴明就从正常的6点到家，慢慢的拖延到9点、10点，到最后甚至等我睡着了才回家。在家的时候也明显神情不安，平均1分钟看一次手机，洗澡的时候也要带进去。论起来他便说公司业务多，理由看起来很合理，但是他忽略了自己身上那股不属于我们家的洗发水的味道，那股甜腻的草莓味，连球球都闻出来了。面对裴明日常的投喂清静，小脸上写满了抗拒，更何况是和他相恋9年的我没有声张，选择先求助闺蜜夏青青。听完我的叙述，夏青青错愕地说，最近公司不忙啊，我有几次看到老裴都是5点半准时打卡下班。心刷的凉了下来，夏青青又敢安慰道，早，或许是他有什么应酬，我们部门不知道呢，你先别急，我认识个4家侦探，一哭2到3上吊，不是我江嫂的性格，如果裴明真的出轨了，大不了就一拍两散，房子是婚前我全款买下来的，他分不走1分钱，至于婚后的共同财产，我还是需要他出轨的确凿证据，才能让裴明净身出户。俗话说，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还不等我找4家侦探，就有人迫不及待的找上能来宣示主权了。几十张和裴明有关的照片，一股脑的发进我邮箱，有裴明记者为群做饭的，2个人一起泡澡的，裴明在办公室被亲的买点口红印的，甚至还有烂眼睛的上床合照。我冒着眼睛长睁眼的风险，一张张看过去，男女合照里，女生的脸都糊上了马赛克，而裴明色眯眯的眼神暴露无遗。洗发水的事情我还能给裴明找补，或许是应抽时染上烟酒味，怕我闻到怪卡，所以开了间房洗漱干净，但这他娘的照片都甩我脸上了呀，我又没有绿帽皮。话说回来，恋爱9年，结婚7年，要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大一那年，我和裴明恰好报了同样的体育选修课，之后他就默默地从大1追我到大3，不知道从哪搞了分我们专业的课表，每天绞尽脑汁制造偶遇，天热的时候换着花样带不同的鲜榨果汁，天冷的时候会多带一件外套。面对我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裴明也只会不好意思的笑笑，说他是心甘情愿的，希望我不会有负担。人心都是肉做的，这3年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表白。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裴明当时的反应，眼睛里亮闪闪的，嘴角翘比 AK 都难压，紧紧的抱住我，说他这辈子都不会让我失望。在一起之后，裴明更是大学里出了名的24孝好男友，即使他没有早八，也坚持7点起床给我带早饭，甚至还有我舍友的份。手机随便看，对异性有边界感，吵架主动和好，节日注重仪式感，连我舍友都调侃我是捡到宝了。看着邮箱里的照片，我不明白当时的裴明现在去哪了呢？或许曾经的爱是真的，现在突然烂掉也是真的。随着照片一起传过来的还有一句话，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心头1万匹草泥马跑过，中国念了好几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忍住没有骂脏字，用力的戳着键盘。王婷婷你有病吧？对面沉默了几秒钟，很快的回过来，我哪暴露了？照片都打马赛克了呀，你弹标的邮箱名就是王婷婷的拼写呀。好蠢一女的，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发现裴明出轨的郁闷心理到底是被冲散了，只是不知他俩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婆婆和王正强在婚领证了，裴明和王婷婷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兄妹。这今天大瓜传出去，小区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们。夏青青知道后，二话不说，拎起板凳就想去给狗男女开条，被我拦住，满脸的不情愿。早，你不会要原谅裴狗吧？我跟你说，你要是原谅他，咱俩就绝交，我们就绝交。我被他严肃的神情逗乐，捏了捏他气鼓鼓的小脸，怎么会呢？必须离，肯定离。夏青青脸色阴转晴，这还差不多，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闻完我思索起来，直接提离婚的话，裴明未必答应。出轨男的心里大部分都是希望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而且财产分割方面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认为，出轨与离婚时候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并无因果关系，就是说，即使取得对方婚外情证据，对于离婚财产分割的影响也不大。看来还是应该想办法说服裴明离婚，并且让他自愿净身出户。前脚下轻轻刚走，后脚裴明和他妈居然一起回来，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我忍不住嘲讽道，裴总今天回来的倒是早。裴明还没有说什么，婆婆先不高兴了，扯着嗓门嚷嚷，我儿子上1天班，你怎么不知道体谅体谅？我冷笑，怎么着，现在我是裴明他妈了呗？大儿子叫声爸听听。婆婆一时气得脸色通红，裴明稍显尴尬，拽我回卧室，老婆，我最近确实是比较忙，这样晚上我下厨，你想吃什么？想到邮箱里那张王婷婷偷拍裴明做饭的照片，我忍不住一阵反胃，把他推开，不吃，我先睡了。裴明还想说什么，兜里的手机却响得不停，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想必是王婷婷在找他。他心虚的看着我，我坦荡回望，裴明扔下去，我去洗漱，就灰溜溜的开门走掉。看着他比大学时臃肿了近乎1倍的身影，我不禁感慨，王婷婷是真没吃过好的。当然，结婚7年才看清男人的真面目，我也是蠢蛋一个，这南墙就让王婷婷接着撞吧，老娘可要加速漂移过弯，奔向美好新生活了。睡到一半，
迷迷糊糊被客厅的谈话声嘲讽，婆婆的声音较厉，不是说好这次回来跟江早提离婚的吗？你拦着我干什么？他今天下午那个态度，我就不能让他再见老裴家的大门。裴明略显无奈，我和他毕竟这么多年感情，萍萍可都怀孕了，你得给她的名分。婆婆的嘴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你俩和和美美的，我和你王叔也就高兴了。江早有什么好的呀？他爸妈给我眼看人低，也不看谈自己女儿的条件，吐槽完我全家，婆婆的语气又变得欣慰起来。还好你之前听了妈的话，愿意跟婷婷接触看看，婷婷的孩子见你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妈怎么可能害你嘛？我一边努力把耳朵贴在门缝上，一边咬牙切齿，再没有比我爸妈对女婿更好的了。裴明家境一般，结婚的时候在我们工作的城市买不起房子，还说我爸妈掏钱付的全款，婚后更是毫无怨言的给我和裴明一人买了一辆代步车，日常的投喂和红包更是不会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虚，裴明立马紧张的说道，妈小点声，别把江早吵醒了，合着这俩人还知道我在家呀。万万没想到，裴明出轨王婷婷，还有我这个好婆婆的一份功劳，果然劣质基因会遗传。婆婆下最后通牒，明早你再不跟他提离婚，我可说了，我老婆子不怕丢人。裴沉默不语，我装睡了一会，发现裴并没有回卧室的打算，也乐得自在，这婚肯定是要离的，但是怎么让裴心甘情愿的放弃财产，还需要细细琢磨。顶着两个熊猫眼起床后，我才发现婆婆已经走了，只有裴在家。桌子上居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盘子，三明治、水波蛋、水果切盘、热牛奶。见我醒了，裴明从厨房探出脑袋，老婆，你先洗漱，我这还差个3个玉沙拉，马上就好。我拍了拍自己惊魂未定的小心脏，快步走到阳台，太阳没有从西边出来，又掐下胳膊上的嫩肉，丝好疼，不是做梦。排除完2个选项，我感觉自己离答案更近了，这回肯定是想毒死我，和他妈一样变丧偶。裴明端着沙拉出来，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老婆，你自言自语什么呢？快尝尝我给你做的早饭。直到我如坐针毡地吃完了这顿饭，裴明也没提离婚的事，甚至出门前还在我额头上包了一口。啊，谁知道这个男人有没有传染病？最后还是闺蜜一下轻轻解答我的困惑。我今天听说公司领导层好像有一提吧，裴你当副总，就看他手里这个项目能不能成了。这时候他肯定不想因为家事节外生枝，我心中冷笑。俗话说，光脚都不怕穿鞋的，既然裴你有顾虑，那这事就好办了。这几天，王婷婷估计是想让我自己主动退位，每天都会往我邮箱里发大量的和裴明之间的截图以及合照。刚开始我看了，确实恶心又气愤，到后来甚至能心平气和的点评一下，哟，这张你俩的构图不太好啊，你脸在前面显大，这年头还去私人影院呢，也不怕第2天我在网站上刷着你，年纪小就是好啊，说怀就怀了。不过裴你有弱精症癌，这孩子该不会不是他的吧？王婷婷罕见的没有秒回，哎嘿，我只是一时口嗨，该不会瞎冒撞上死耗子说，对了吧？以王婷婷在小太妹的性格来说，如果我是污蔑，她早就该以我妈为圆心，以我亲戚为半径，大喷四方。这次居然缩起头当上了鹌鹑，大事很妙啊！毕竟你当时王婷婷和那个小偷前男友很恩爱的样子，这孩子是谁的，还真说不准。裴明和他妈那么自负，肯定想不到自己这是在给别人养儿子。老婆回来了，裴明恰好回家，楼下男装店打折，我买了个帽子，设计还行，就是颜色一般。我试探性的问，该不会是绿色的吧？哎，你咋知道的？我知道的，要是全说出来，恐怕会吓死你。忍耐了几天后，夏青青终于带来了好消息，下周一裴明那个项目就要收尾了，他要代表我们公司做汇报，可以行动的早。逢场作戏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今天吃完早饭，我开始慢条斯理的整理手头现有的证据。首先是我无意中翻监控找到的婆婆和裴明的谈话，原来在我没辞职之前，婆婆就多次劝说裴明和我离婚，改娶王婷婷。婷婷一直跟我说她喜欢你，说对你一见钟情，不在意你是不是有老婆，她比江早年轻，还愿意生孩子，这么好的姑娘你上哪找去？我和婷婷她爸结婚了，你和婷婷再在一起，这算亲上加亲，以后咱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刚开始裴明还很气愤，不等婆婆说完就言辞拒绝，后来态度慢慢软化下来，只听不反驳。再后来，裴明甚至会主动跟婆婆说起王婷婷在公司发生的趣事，而跟随软的妈宝男真是全天下最恶心的生物。厌恶表情的把录音备份后，我开始整理邮箱里的照片和视频。得益于王婷婷的小女孩心性，她并没有意识到给我发的照片能当做裴明婚内出轨的证据，这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将是离婚时裴明吐出来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部分。最后是我趁裴明晚上睡觉时偷偷拷贝的他和王婷婷的聊天记录，除了男女那档子事，他俩还似乎鸡蛋的吐槽公司的领导，从陈总秃顶戴假发，到李总耍手段贪污公款，再到马总和秘书不清不白，这些聊天记录要是被爆出来，裴明不死也得脱层皮。我边做 PPT 边给裴明打去电话，面上气定神闲，语气壮得无比着急，喂，裴明你快回来呀，你妈要跳楼。裴明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干净利落的挂断电话，把手机关机。这个大孝子20分钟内不回来算我输。裴明满头大汗，气喘吹回家，发现我在吹着空调喝鲜榨西瓜之后，火冒三丈。江早，你怎么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呢？你知不知道我推了多么重要的会议回来？我冷笑道，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谁让我着急离婚呢？裴明蹙眉，你什么意思？你和王婷婷的时候我都知道了，姐也不想和个脏黄瓜再过下去，放你自由咱俩离婚。我好整以暇的看着面前相恋9年的男人，你净身出户，
咱俩明早9点民政局见。裴明见自己出轨的事情败露，索性也不装了，冷声说，江早你脑子没问题吧？我可以接受离婚，现金存款1人1半，乱生在我名下，自然也归我。我没有言语，裴明得寸进尺，至于房子嘛，婚后这几年也升值了，我肯定不能白给你。这样吧，你给我2000万，房子归你，省得你家里人说我占便宜。我气急反笑，裴明的算盘珠子都要蹦我脸上了，还好意思说自己没有占便宜，那我可就要好好跟他掰扯掰扯。第一，你婚内出轨，我要求你净身出户没毛病。第二，这套房子是我婚前买的，你没出1分钱，房本上也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你没资格要钱。第三，所谓的你的车是我爸妈友情赞助的，怕你摸不开面子才寄到你名下。裴明的脸色由红转白，像调色盘一样，恶狠狠地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那我就拖着不离，你能把我怎样？我微微一笑，挑了一张王婷婷发给我的最露骨的合照，对他晃一晃，你下周一有个很重要的汇报吧？那我就把所有事情都捅出来喽，告诉偷偷的陈总或者马总什么的，你说呢？裴副总。裴明的身体踉跄了一下，沉默不语。我看有效，又苦口婆心的劝道，明天把婚离了，我肯定删得干干净净，把这事烂到肚子里，你好好升职当你的裴副总，到时候还能看上我这点小钱。裴明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半晌缓缓点头。见状，我终于松了口气，挥挥手放他离开。裴明转身就走，不想多看我一眼。我泄溜一口冰冰凉凉的西瓜汁，挥手告别。哎，前夫哥，把车钥匙留下，明早9点民政局见。裴明本就佝偻的身板又弯下去1寸。第二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看着手里好不容易得来的红本本和写明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我情不自禁笑出声，反而裴明面色阴沉，眼里藏着莫名的情绪。不过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吹上人间发财风，甜我10万8千梦，以后天大地大，我一个有钱的单身富婆，还能有什么烦恼呢？只怕做梦都能笑出声来。裴明要回公司，我好心的建议道，我要去见青青，捎你一段，毕竟你现在也没车了。裴明冷脸拒绝，我无所谓的撇撇嘴，扬长而去。找下青青是因为还有件最重要的事没做，我江早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裴明和王婷婷欺负到我头上，除了净身出户，还是要给他们的教训尝尝。周一早上9点，裴明穿上了自己最贵的一套西装，头发用摩丝磨得平整，所以这次工作汇报对他有多重要。王婷婷则是穿着和裴明颜色搭配的工装，陪在身边，小姨温柔，很好。我本来还怕只有裴明自己一个人，掀不起什么太大的风浪，这下子 PPT 的男女主角都现身了，想必能满足现场大家吃瓜的欲望。我戴上提前准备好的鸭舌帽，混在人堆里等着看好戏。时间一到，裴明带着笑容登场，面对着人群口螺旋河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身后大屏的 PPT 被人悄悄调包，换成我做的那份，我和便宜爹的王八女儿不得不收到234，音频、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轮番滚动播放。裴明小龙僵在脸上，嘴角不停抽动，脸刷了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子，穷破的头也不敢抬起来。本来像只小蝴蝶一样到处蹦跶的王婷婷，更是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现场一片混乱，认识裴明和不认识裴明的都在对他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甲方领导温然离席，想必裴明是妥妥的社会性死亡了。我压低帽檐，悄悄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可能是情场失意，生意场得意，前公司的20导打来电话，邀请我入职他的新公司，承诺的月薪让我狠狠心动。闺蜜夏青青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夏威夷出差，叶灵树影，沙滩美男，我美滋滋得喝着椰汁，大饱眼福。早，这几天忙都忘跟你说了，裴明那个项目的甲方是出了名的爱老婆和顾家。PTT 放出来后，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老总，拒绝再让裴明跟进，上层大发雷霆，把这俩狗男女都给辞了，还要让裴明赔偿经济损失。夏青青语速飞快，现在那项目归我，你姐妹要升职加薪了。我乐呵呵的恭喜，夏青青一高兴，韩洛发的大红包。工作2年后，我不再拿死工资，而是选择投资，成为2领导的合伙人。出去应酬时，开始有人喊我小江总，更有人开始热衷于给我介绍男朋友，1.85米的腹肌男，精英男，大到总裁。再会。回到老房子，黄路阁室，剩下的故事是小区里那群可爱的阿婆们讲给我听的。裴明被辞退后，和他妈一样住进了王振强家，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王婷婷因为裴明净身出户的事，天天和他吵架，在一次争吵中，大声嚷嚷肚子里的孩子是她前男友的。裴明火冒三丈，动手把王婷婷打到流产，因故意伤人最被判的3年。缓刑期间被曾经的好兄弟骗去年北挣钱，腰子倒是保住了，腿却被人打折了，也不知道是服侍户。至于我那恋爱脑的前婆婆，当初的卖房钱被王振强骗去赌博，一分不剩，现在只好赖在王振强家，3天1小吵，5天1大吵，不得安宁。在此刻我终于意识到，我和裴明一家人的人生轨迹再也不会有重合的地方，从此天高海阔，前路漫漫一灿灿，往事坎坎一蓝蓝。全文完结。